我做这个就是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这儿做这个的得有几百家，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像央视、省市电视台都给我们做过专访。开句玩笑话就说，只要是经过我们东明的猪，基本上前腿都留在我们这儿了。大家好，我是勇哥，我现在是在山东菏泽的东明县。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当地最大的特色粉肚的制作过程。具体讲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用了主要就是煮了前腿肉，在这个口感到时候后期成皮的时候就是会不很腻。像你们这个一天大概要用多少肉呢？像现在就是淡季，一天基本上就是3吨多。到8月15过完中秋节到过年之间，这时候旺季，可能一天就是我们高峰的时候能到15、16吨。这个主要是我们有很多个网点，像这样的门店还有40、50家，将近110个工人，他们每个店都是独立加工的。现在肉切好以后，我们开始拌制馅料，先把水盛一下，把淀粉盛好以后放到这个盆里边化开。做淀粉水化开以后，这个搅拌的时候接触面更大。你用的这个是什么粉啊？这个绿豆淀粉。那别的粉不能用吗？别的粉没有这个绿豆淀粉的粘性好。哦。对，做出来以后会呈现那种琥珀色透明状。现在就是把水倒入绿豆淀粉里边，化成粉浆，这个要搅拌到完全化开。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外面吃的凉粉的那种粉啊？凉粉他们能舍得用这种粉，那这价值比那种绿豆比他用的那种淀粉贵5倍都不止。他做那个凉粉肯定你说发绿色，肯定有豌豆粉，真正的绿豆粉做出来以后是无色透明。你们家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做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做到80多年了，都已经第4代了。有点像我们过年家里面炸肉圆那种感觉了。对，像那个炸酥肉差不多。现在就是要把它拌匀。对，先稍微的搅拌一下，因为还要再加调料。这个是什么油啊？这个芝麻香油。我们这个香油和市面上香油不一样，我们是专门找厂家定制的，还派了专门的人在那里看着，过程中是肯定不会掺假的。这个油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东西确实和这个现在机器压榨的是不一样的。你这一盆肉要放多少油呢？现在基本上就是8斤左右。它这个香油味道确实好，老远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和市面上商超里买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看怎么有点像那个椒盐的。这里边有将近20种中草药，就磨成粉了。对，磨成粉。这个是老抽吧？就是上色用的。现在所有的调料已经都放完了，现在开始搅拌均匀就可以了。你这个都是手工拌的？对，这个必须要手工。如果用机器，肉会在搅拌过程会变热，发热，口感就不好了。做香肚最累的这工艺就是这一步。这个要拌多长时间呢？这个要将近40分钟左右。做粉肚就这一步最累了。小时候跟家里边学的时候，一到冬天手冻得通红，特别冬天难受哈。冬天太受罪了。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撑不了，太累了，一站几个小时，一拌好几锅，基本上大半天都是在干这个。做什么生意都不容易，也是辛苦啊。对，挣的也都是辛苦钱。这个主要是醒制一下，和空气多接触一下，这样出品的时候颜色会更好，入味也会更均匀。这个要放多长时间呢？这个是一是根据季节，二是也是主要靠经验。像现在这种天气，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如果要是到天冷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时间要更长一点。这个就是猪尿泡，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弹性，这个煮的时候不容易破。而且这个像现在，还有这个球，煮好以后，它主要也是圆的，玉也好，团团圆圆嘛。这个基本上高温它不会破，像我们也用过那种蛋白的，一遇高温它容易爆所以我们经过就是一是从传统考虑，而且是多方考究以后，还是选择用这个传统的猪尿泡。现在就是把这个肉泥装进去。对，把这个拌好的馅料装在这个猪尿泡里，基本上装到8分满就可以了。然后用钢钉把这个口封起来，防止这个馅料从这个猪尿泡里跑出来。还要炸一下。对，再用面线把这个肚口系住，这样一个香肚半成品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对，这就是一个香肚半成品。这一个装多少肉也没有什么讲究哈。对，这个没有讲究，因为它这个猪尿泡大小不一样。它这个尿泡大一点，就会装的馅料多一点，到最后也是按重量称的，所以它不是按个卖的。这个用钢钉把它封一下。
我看你这个做法好像跟我们江苏那种香肚差不多做法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肉占比很高，你看我们的肉基本上占比在那80%以上，粉很少，粉在我们这个里面起到作用就主要是凝固成型的作用。现在就要下锅了哈。对，汤啊好像也是卤汤吧？对，老汤，平时就是卤制完以后，也要经常的就要把老汤放掉一些，然后再添一点新的汤。接下来就是把灌装好的香肚放到锅里边预热一下。哎呦，这个一下去好像都是鼓起来了。对，一预热，这个尿泡它会收缩，收缩里面有空气，它会飘起来，然后静置一会儿。呵呵，这个有点意思。静置一会儿以后，用钉戳个洞排下气。如果不排气，到时候煮制的时候里边气压高容易爆。这都沉下去了吗？对，一没有空气以后，它就沉下去了。沉下去以后，再把它捞起来，然后这时候就球状了。你这个刚放进去就把它捞出来干嘛的呢？这个捞主要就是为了排气啊。排气以后，然后下一步就是用纱布再把它系紧，因为它成圆形、成球形以后，包裹的时候它受力，好包裹。哦，还要用纱布裹。对，包裹上纱布主要也是为了防止就是外边这个尿泡会爆，爆了以后要用纱布兜住以后，就让它爆了，它也是在纱布里边啊。等凝固以后，它还是一个球状的。包好以后就下到锅里边再放进去。对，像你做这个，在我们当地啊，有多少家在做呢？在我们这儿做这个的得有几百家，但我们家算是在当地做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了。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这个要煮3个小时左右。咱们这个现在还是烧的是地锅哈。对，这个地锅煮出来的味道和那个气锅和蒸汽就是煮出来的味道，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时间差不多了，应该能出锅了。现在这就差不多要好了哈。对，这还是个专用工具。对，这个是扎一下看看。对，扎一下，如果就是说一扎很轻松就扎透了，就熟了。如果是里面有硬芯儿，它就不熟。这一锅啊，大概煮了多少个？这一锅大概就是100来个，一般就是一天煮个2、3锅左右。如果要到过年、中秋节的时候，我2节旺季的时候，像这2个锅，一天到晚连轴转都不够卖的。地方特产嘛，都是很多当地的，还有好多外地的朋友都过来买，都往外带。那咱这个现在是怎么卖的呢？现在是33一斤，论斤卖。对，散切，可以要整个的，也可以切开。都可以。这个捞出来以后，要迅速的用这个铁钩挂在这个晾杆上，把它晾凉，保持它的外观尽量是个球形的。这个就相当于是成品了哈。对，这个冷却以后就可以到门店上售卖了。你们家每天这么大产量啊，东明县能有这么多人消费吗？那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家在当地销量肯定数一数二的，周边县区的还有旁边省市的也都会开车过来买。这个现在基本上已经凉了1个多小时了，应该能切成片了。现在大概就把纱布拆掉。对，把纱布拆掉。现在还有点热，估计切的时候还会有点散。现在凉透了它就不散了。对，凉透了就不散了。哎呦，漂亮漂亮，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猪皮冻。差不多，不，猪皮冻是凉的，这是热的。像现在这种温热的状态，切好的片儿会比较厚如果是凉透了以后，切成薄片儿会晶莹剔透状的。这个就是东明县的地方特色粉肚，我来尝一下，这里面全部是那种小肉块，吃起来呢就是轻微的带一点那种五香味的，而且呢它这个里面掺的是那种绿豆粉，吃起来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那种粉味。我感觉这个凉了以后啊，如果说当成下酒菜还是非常爽的。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呢，在东明县啊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刚刚听老板讲，他家在这个县城里面就有50家分店，每天光这个粉肚啊都要做到3、4吨。你们觉得这个销量怎么样？我们农村人最大的缺点呢，说实话就是怕没钱，怕别人看不起咱。这么多年呢，我在石家庄呢，通过我买板面，我买了3套房子。我每个月的时候也给我爸1000块钱的生活费，这全部都是通过我卖板面挣回来的。宰人的饺子，坑人的面嘛，不管你卖什么面哈，你都不如卖板面。
大家好，我是勇哥。今天我们来到了号称国际庄的石家庄。石家庄不光是有牛肉造饼，还有一道美食叫石家庄特色正宗安徽牛肉板面。现在我们就过去尝一尝。这一块大约的时候是30斤左右，全部都是精炼牛油。这一锅大概要熬多少油呢？这一锅的时候熬200斤油，一定要选这种大品牌的啊。第二段时间还要是大厂家，要不然这时候你在熬制的过程中它会出来一种味道，就说不出来的一种怪味儿。这样来说就严重影响你的品质。首先我们下的呢是小料，小料的实际上主要的实际上就是花椒啊，然后香叶啊。这个料呢，它颗粒比较小，叫小料。这个小料正常来讲，我们要熬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充分的把这个小料的这个香味儿全部给它熬出来，尽量不要大火，不要用急火，用小火慢炸。所有的腰料的时候讲究叫君臣佐使，就是里面的时间有提香的，有去腥的，有回香的，每个香料都是按照比例都精确到克，然后加进去的。我不喜欢用一些就是很活类的东西，像我们家的东西最多就用个盐。鸡精和味精，剩余其余的全部都是药料，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全部都不放。咱家里面怎么吃，我们怎么做。我们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板面馆，我觉得不到1万家，至少也得有7、8家、7、8千家以上。板面馆的数量应该是全国来讲最多的。我也吃过别的地方的一些板面，包括我去学习，我也去过安徽的太和、阜阳。说实话，还是我们石家庄的板面的做法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店也好，我们做的确实也是咱非常的讲究。像这样的一些料呢，它的香味的时候出不来，我们就需要的时候给它炸一个缝出来，炸一个缝，让它这个香味的时候容易出来。这个香料要洗一下。对，香料要洗一下，要给它充分的给它洗干净。我们在炸的情况下，怕它炸糊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这里面，比方说一些杂质啊、一些异味啊，把它给它洗出去。你熬到这种金黄色，这样的时候就充分的时间把这个料的香味的时间给它熬出来了。这么一锅的料，你就是炸一根筷子，我跟你说，拿着筷子嘬2口也是香的。然后每个锅里面放点香菜，放完香菜以后再放点香葱，这是大葱，对，放点大葱。然后这个再炸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这个小料基本上就炸好了。店里面开着门了，哥们儿。每个礼拜天下午全部都不干，工作的一半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媳妇也没时间陪，孩子也没时间陪。你说天天老干的目的是啥呢？不能只有工作没有生活。你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我从27岁开始做，今年已经40了，做了13年了。我老家呢来自农村，是拿着助学贷款来到石家庄上的学。大学毕业以后呢，也从事了很多的一些行业，但是呢，挣不了只能养家糊口，挣不了什么大钱。然后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我跟我老婆手上的时候就剩300块钱了，连奶粉的时候都买不起，更别提说在这个城市里面买房子了。至少我现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至少有尊严，就有你明白这意思吗？尊严，有尊严的在这个城市里面活着。那你不是石家庄人？老家是河南信阳的，99年来这石家庄上的学。你都不知道我们石家庄人对板面这个热情有多么高啊！不管他开奔驰、宝马、迈巴赫的，也不管他是骑电动车的。也不管是骑自行车的，大家到中午的时候呼噜呼噜的时间都弄个小马扎，刚开始就弄个小马扎，马路边上一坐，呼噜呼噜的时间弄一碗板面。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山西的太原、陕西的西安，都不如石家庄的面馆这个数量多。要不然人家就这么说嘛，河北好风光，板面石家庄嘛。这个渣就不要了哈，全部不要了，小渣全部都不要了。这个姜哈。多放点味儿好，这个就起到去腥的作用。这个实际上是要下大料，也实际上也是板面的一个最灵魂的部分。它那个姜的时候炸成这种焦黄色，我们才要下这个大料，不能一次性放进去的，因为这个腰料吧有水，它就冒了。要是6、7月份的时候，好家伙，那热的炸一次料都中暑了都。这个辣椒还要泡一下。对，要拿开水泡啊。它是让这个辣椒的时候会把它泡鼓了啊，然后的时候让那个刚才我们后期的时候会让这个牛油充分的时间灌到这个辣椒里面，我们的吃板面一吃这个辣椒嘣的一下爆汁儿的这个感觉。这一锅大概要放多少斤辣椒啊？30斤辣椒。有朋友说广西的朋友能吃辣椒，也有说湖南的朋友能吃辣椒。我认为真正能吃辣椒的还是我们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我们这儿吃辣椒都是整个的吃啊。欢迎四川的、云南的、广西的朋友来我们石家庄尝尝我们石家庄的板面，挑战一下你能吃多少颗辣椒啊！哇塞，这还要下辣椒啊？对，一锅不够啊。这招待远方的朋友了，必须得拿出我们河北人地地道道的热情来，石家庄的地地道道的热情来啊！哇塞，热情似火。不能吃辣的看到你这一锅料有点害怕，哇，头皮发麻。这2锅料大概有多少斤呢？这2锅料做成了以后，2锅料将近要做500多斤，能用多长时间呢？不到1个礼拜就用完了。我们一天将近100斤料吧。哇，这还有辣椒啊！现在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小火慢炸，然后把这个辣椒的时候慢慢的给它炸香了。炸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每一个这样的鼓着小肚子的辣椒，里面全部都是牛油。炒个20分钟左右，我们就开始这上放牛肉，然后让牛肉当锅盖。哦，你这个牛肉块这么大？对，而且这时候你看哈哥，这全部都是鲜牛肉，从来的时候不买冻牛肉，全都是鲜的。你看切的时候都切的薄厚不一样。我们每锅的情况下也不会因为牛肉贵了我们就不用，也不会因为牛肉便宜了我们就多用。每锅牛肉的情况下我们就放30斤，贵了也是30斤，便宜我们也放30斤，这才是我们正宗的石家庄板面的做法。这种做法还真第一次见。第一次见吧。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牛油把它封住。哦，还要浇油啊，在浇油的时候把它封住。啊，这个油是不是刚刚就是熬料的那个油？熬料的料油啊，就是熬料的料油。这生意好哈，有好的道理。不要因为自个儿辛苦，是不是啊？你就去省步骤。其实每一个步骤呢，我们尽可能呢，就是每一个步骤的时间，让把它做到这时间精益求精，是吧？在这炒。这就要煮牛肉了，对，相当于在要炒牛肉了，再炒2个小时左右啊，还要再炒2个小时左右，这样来说才能把这个肉的时候给它炒香了，辣椒里面灌上油就完美了。我们那个板面呢，可以分为宽的和细的，面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面啊，你这个面都是机器做的哈？全部都是自己现压的。安徽那边好像都是手摔的嘛？对，他们是手摔的，因为我们一天的时候卖的实在太多了，一天我们像卖400-500碗面，几百斤，根本的时候都摔不过来了。现在这时间只能这时间全部都是机子了。然后比方说我们要吃宽的情况下，就是这边的时候压的就是宽的，啊，宽的。这边出来的就是宽面啊，这边是出来的是宽的。然后要吃细的情况下，那边就是细的。我们像这样的面的情况下，一次性的时间煮10碗左右，从中午11点一直到2点之间不间断的煮。现在是2点47分，就一直在煮，一直在煮。放点青菜，放点青菜。这一碗面现在正常是卖多少钱呢？小碗是9米，大碗10米。再来点辣椒，那使劲能吃辣椒哥？还可以，可以吧？哇，加点牛肉。好嘞，好嘞，来。经常听说啊，石家庄这个板面啊非常脆，今天就过来尝一下。哎，跟我们以前在安徽啊吃那个板面不太一样，它这种呢是机器做出来的这种细面。安徽的板面基本上都是那种宽面，它手摔出来的。我这一份呢是9块钱的面，然后加上15块钱的牛肉，这一份呢是24块钱。这看起来是不是很过瘾？哇，差点呛着。它这个辣椒还是比较辣的，面条呢就是正常的那种水面，不像拉面那种啊特别硬，这种还是比较软和的。这个板面啊，灵魂就是在这个汤料里面，这个汤料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又麻又辣又鲜。它这个牛肉啊都是这种小肉丁，能吃辣的朋友啊吃这个板面啊特别的过瘾。难怪这个石家庄的板面啊比较有名气，它这个味道做的相当好。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我还是一直没搞明白，石家庄特色的正宗安徽板面，这到底是安徽的特色还是石家庄的特色？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啊我们讨论一下。为了拍这个视频啊，我们早上起了一个大早啊，一直到现在呢3点钟了，到现在才吃上这一碗板面。一点不夸张的说啊，花了这么长时间能吃到这碗板面，这个味道给我感觉啊还是物有所值的。我说不用赔，我说真事儿，他们粉丝太少，不上100万都不用赔，有100多万了吧，你都赔去了。100的20-30万的还是顶赔，没用。我们这俩小红星有什么用啊？小博主都把灭走了。
现在这个家不能别在北面了，那么长。今年还人少一点的哈。他不到那个地儿里。要注意喝，我跟你说，正常得正上半斤，要是正上2，正常得正上1斤。大家好，我是勇哥。今天是我们在石家庄的最后一天，无意中在网上刷到一家生意非常火爆的无油烤鸡架，就是前面那家。这边呢叫楼底村，现在我们就过去尝尝。你看我这扫起来，看连喇叭也没有，是我的忠心顾客。这地是这高嘞，你看这才几个了，没来几个了。啥时候都准备火，创业好吃你们都拍，不好吃你叫粉丝骂你们的。这是我自己做的，自己腌制无公害鸡排，这绿色食品。就是那个鸡架子嘛。对，没有油，真无油食品。你这上面不放油？对，我在这真不搁油，连干这不干20多年了，98年、99年干都干这个，要俩嫩的是吧？又要俩嫩的，上岁数了，你看这大岁数光吃嫩的，不敢吃老的，吃老的都牙硬。现在没到排队时候了，一会儿最后车。那一般的都是干到200小时、3小时没完回家，7点半以后来了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弄140、50个，你过完51吧，都估计都是卖到300多个、400个了。那你这个鸡架是怎么卖的呢？现在6块一个，你天正常挣个300、500的吧，准当是吧？咱不夸张说，赔不赔我都敢这样说，是吧？黑了7点半过来看，要盆的卖不完，请你们吃饭。一到7点半准卖完，天天都卖光。对我一到4点半过来，点着火不停火。这撒的是孜然粉和辣椒粉。孜然、辣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啊，我可不买现成的。你这个鸡屁股还在上面？鸡屁股都给去了，把那个黄都抠了，没问题。师傅，你们等会儿走了也不着急啊。我跟你说实话是，鸡架没有鲜的啊，没有鲜货，咱们说实话的。谁说谁是鲜货，这是瞎说的。对，我不是跟别人一样的欺骗顾客，我不可能欺骗的。你人再多，他也是给你考虑这个问题。你登记了，你都等不及，你都别聊。我一干这一片都自己都下岗了。没人没他的，该跟你小张说这一句话。以前卖8珍鸡块，后来现在光干这个都干不过来，那个都不干，熏猪头、压猪头肉，现在光这一个鸡排都干不过来。那你这鸡排现在是干火了算？怎么说呀？俺一干都火。是我今年都52了，27、8、30那黑子们过来来我这一吃，他都说吃着小时候的味道了。那你这个手艺是从哪里过来的呢？自己弄的，没人教。就是自己琢磨的。自己琢磨的，2、3个徒弟干的都挺活的。那你也收徒弟？本地不教，光教外地的。你像俺们石家庄的这4个县吧，还有石家庄市的找我多了。都不教。那你这个学费怎么收的呢？别说学费，3000块钱。家里3万。你的学费收3万啊？不用说学费，都看人我。我得看人，看沾不沾才交。好了，你们拿走吧。你看不中的话，3万还不收。不说这个，不要说钱儿。他家这个怎么样味道，大哥？倍儿好，倍儿好哈。我看你估计也是老顾客。我只要是开的成天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闻到味道就走不动了。对。到一会儿人多的都排队都买不到。别人的鸡架是油炸，咱们不能说人别的鸡架不好吃，一人一个口味。对不对？风格不一样。对，风格不一样。咱们这是真是无油鸡架。他们进口那个什么别的鸡架，咱不能说别的鸡架名字啊，这是自己我自己腌制都是我自己腌制自己做。我这不用做广告，我不用做是吧？你就看我盆7点半100%的这140个回家，卖完最多150个，我不多整。你就我今天是吧卖完这140个了，明天甚至敢做120个，都不超过140个。其实没有胜负，俺们这不愿意说，不给别人夸张，夸张没用。就是我看你卖货，卖完才行的，对吧？方圆30里都来我这吃鸡架。他们开车的、骑车的，随缘山西的、北京的、江苏的、河南的，哪里都有。吃鸡架开车就吃5、6个鸡架回家了。我说还不够有钱的。这个有点夸张哈。我一点不夸张，我不夸张说我真不夸张。俺一天就卖这一点儿，你一排一堆人来了没有？卖不着，我不多做，他做不出来我问题是不多做。大哥，那给我们也煎2个哈。OK，我们不着急，先给别人先安排。我来2吧。你得稍微等一下。多长时间？10分钟吧。吃鸡架一到夏天等不了半个小时不算吃楼底鸡架。
哎，好嘞，四哥，稍微等一下啊。吃一次不能说味道好，今天吃了7天，一周以后过来，可以一周一天吃味道不一样，不要气儿。挣不上钱，咱卖的便宜，他卖8块的和我卖6块的，光这个利润差价，我一天得差600块。我今天心情高兴了，我多做点，多干一会儿，你们吃着了。我心情不高兴了，我少做会儿，7点多就回家了。看咱们鸡排香不香？哦，漂亮啊！他们鸡排往里边搁油，我鸡排往里边倒油。啊，你这还往外渗油？对对，我们还得倒油。咱们自己让开灯啊，不停火吧？嗯，对吧？咱们4点半一点着火不停，一块干完。3个大的，好。1年最多歇60天，不管下雨刮风都怪。弄俩大的，稍微等一下啊。哇，漂亮！漂亮了。这个漂亮，是吧？买了2个鸡架啊，它这个鸡架呢是6块钱一个，来尝一下。刚刚采访了很多顾客啊，都说他家的鸡架味道特别好，它这个颜色啊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它上面啊烤完以后，上面又撒了孜然粉和辣椒粉，吃起来啊就是那种浓浓的焦香味，然后呢里面夹杂着那种孜然的味道，特别好。难怪他家啊生意这么好，味道做的确实不错。他这个鸡架6块钱一个，2个12块钱，我觉得比那个吃烤串什么东西实惠多了。买2个鸡架12块钱，回去喝点酒，非常好的下酒菜。肉并不是太多的，但是呢，就是吃这个味道，特别外面这一层啊，都是这种焦黄的，特别香。这位大哥啊，他不太愿意给我们拍，因为他怕我们拍了以后他忙不出来。他家这个东西啊，不光这个生意好，这个味道确实也是非常棒的。我以前在宁波这边一家餐饮公司里面是做这个行政总厨的，看到很多店它时间开不久，很多人他是以80斤的力量去挑了100斤的档，所以做起来非常困难。我能够挑80斤的档，我来挑50斤的档，那我觉得我可以走得比别人要快一点。这个油温呢烧到120度左右，我们下料。如果是油温太高呢，料下去呢，它会溅出来。现在下洋葱，先下洋葱哈。对对对，然后下大葱，把这个葱姜蒜呢要把它熬干，熬干捞出来它的香味才比较足。火呢还不能大，要小火慢慢的把它熬出来。太大了这个就是会熬焦掉嘞。再熬一下呢，我们就把这个葱姜蒜全部把它捞掉。这个渣是不要的哈。对，这个渣不要的。熬到这种程度，我们的葱姜蒜就要把它捞掉了。如果继续再熬下去，这个油温升高了之后呢，它就会变苦了。现在下这个紫草，这个叫什么？对，这个叫紫草。紫草。对，这个放下去，这个颜色，你看这个油马上就变红色了。如果油温控制好的情况下呢，这个紫草熬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是鲜红色。现在用的比较少，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熬制方法。这个渣也不要了哈。对，这个渣也不要。现在呢下泡姜末，姜末，对，泡姜末。然后现在呢我们下大蒜末大蒜末。这个渣就不用再滤出来了吧？对，这个渣就不沥出来了啊。这个姜末跟蒜末呢熬到这种程度，我们就开始下辣椒了。这个里面有好几种辣椒，有泡椒啊、小米辣啊，还有这个魔鬼辣椒啊，还有好多辣椒，有4、5种辣椒打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放这个香料都是很有讲究的。哇塞，这颜色好漂亮。对，这个颜色很红，就是刚才用这个紫草的时候很关键。川菜里面能熬这种老油的人呢，工资至少2万以上，不是一般人能熬的。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厨师功底的人呢，他才能熬得出来。那你就是宁波人啊？我不是宁波人，我是浙江丽水那边商区里面的。我21岁的时候来到宁波，那个时候不瞒您说，我带300块钱，然后到宁波来打工了。从学徒做开始，然后一做就在一家公司做了10年。出来之后呢，就是到另外一家公司我就做了行政总厨。因为我们农村出来嘛，那么家里生活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么所以也一直立志有想做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我就给人打工也不是一直打工也不是事情。那么后来我就想到就做这么一个面馆。你今年有40岁啊？今年40岁了，01年入这个行业的，现在已经20多年了。现在是放盐。对，放盐。当初呢，我研发这个面的时候呢，就我对这个产品呢，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没想到就是能够做得这么火。现在的这些小年轻呢，一上去他首先手机拿起来先拍一下，发朋友圈。我们这里就是很多顾客都是
朋友带朋友，同事带同事这样子带来的。我们其实在角落里面，对，就是你导航呢很难找得到，就是你到外面这个墙角那个地方还看不到我们的门面。所以说这个位置好呢，其实不一定生意就好。我以前在重庆啊、成都啊那些地方看到很多小店都是在角落里头，外面看起来很不起眼，但走进去之后呢，生意非常好。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宁波我也做到了，把辣椒熬的全部浮起来，然后呢再下香料，下出来这个香料的香味就特别香。现在这些辣椒都浮起来了，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放这个香料了。在宁波吃正宗川菜的食客是很少的，你真正把那边很正宗的这种川味搬到宁波来，你的店可能是很难生存的。像你这个一锅能用多长时间呢？这一锅现在就是用1天，红油熬出的时间太久呢，它的香味就会散发掉。这是最后一盆料了。我看这一盆好像花椒多一点啊。对，这是花椒，这个再熬10来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熬好之后呢，还要在这里静置10到12个小时，然后明天中午才能够用。把这个油捞来呢做面，料渣呢拿来吃面。很多人说我们这个酱料好吃，就是这锅料理。差不多了。这也都是今天要用的哈。对，都今天要把它用完了。这牛蛙每天现杀，杀好之后呢，要这样子给它牛蛙按摩一下，要给它洗干净。现在牛蛙是不是挺贵的？这段时间还好，再过1个月，这个价格就涨上来了。啊，每年的夏天，这个价格会涨得将近要翻1到2倍。现在牛蛙一天大概能用多少呢？现在一天牛蛙要100斤左右，我们都是选4到5两左右的一只的牛蛙，要求都是母蛙。母蛙跟公蛙的区别就是肉质上面会嫩很多。哇塞，这全是鱼头啊！鳃的根部全部要把它弄干净，特别就是这块地方要把它掏干净。学名叫花鲢啊，对，都是养在水库里面的水库鱼头，水质的非常好。就像我们浙江这一带，就是吃这种鱼是特别多的。浙江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千岛湖的鱼头。对，千岛湖的鱼头特别，这种鱼头就是跟千岛湖鱼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这个牛蛙都要把它剪开哈。对，是的，就是牛蛙如果整只去煮的话呢，一个呢不容易熟，还有一个呢不入味。一只牛蛙就是减10块，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两只牛蛙就是做1份面。那这一份现在是怎么卖的呢？1份牛蛙28块。我2只牛蛙。对，2只牛蛙，就我们都提前就是一份份备好，就客人点1份我们就拿1份。那你这个一份不是一个整鱼头哈？对，就是半个鱼头1份。对，20块钱1份。这个是20的。对，那我们这个呢出餐呢是比传统面馆呢稍微慢一点，但是它的汤汁呢是非常鲜的。我们每一份面都是一锅一锅烧出来的。这个汤是什么汤啊？汤是我们秘制的汤，就是在600毫升左右。这个油就是一勺30克左右。那你这个不需要再加什么盐啊、味精这些？不用，都已经提前调好了。啊。然后就是每一份面就是一锅一勺这样子放下去的，用多少汤，用多少调料。都是有标准的，全部量化。啊，面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续面的。免费的是吧？对，免费续面，管饱。这个是什么？这个豆腐皮。豆皮啊。这就螺蛳粉里面有的。吃这个鱼头的多还是吃牛蛙的多呢？差不多。然后有些人他想吃牛蛙的，就点牛蛙面，又加点鱼头。啊，也有。也可以混搭。对，也可以混搭。今天啊，我们到浙江的宁波啊，在网上刷到一家这个评分非常高的叫鱼头捞面。专门跑过来尝一下，点了他家2个招牌的，一个叫这个牛蛙捞面，这牛蛙捞面呢是28块钱1份，这一份是鱼头捞面，它这个鱼头捞面里面呢是半个鱼头，这一个鱼头捞面呢是20块钱，这个有没有点像四川的毛血旺？它这个呢叫腰花肥肠鱼，这里呢是腰花、肥肠还有鱼片一起做出来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牛蛙。牛蛙做的非常嫩，这一份28块钱，我感觉还是比较实惠的。2只牛蛙，平时我们在饭店吃2只牛蛙的一个小锅子都要几十块。这牛蛙好吃，看起来这个汤啊就特别好，颜色特别漂亮，喝起来那个味道呢就有点像四川那个钵钵鸡那种味道。但是并不是太辣的，因为浙江人啊，他这边是不怎么喜欢吃辣的，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经过改良了，而且带了一点点的甜口。这个是油炸过的那个豆腐皮，来尝一下这个鱼头捞面。他这边还准备了一个小蘸料，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鱼的，特别这种鲢鱼的鱼头啊是最香的。蘸一下料，鱼好吃啊，就是这个鱼刺啊要注意要小心。非常爽滑，浇头不太一样，但是汤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味道。这个还是比较有创意的一道美食。来一块肥肠鱼，这都是肥肠。哇，这个吃的过瘾。我们以前在四川也吃过这种肥肠鱼，但是四川那种肥肠鱼呢，就是重麻重辣，它这个呢味道就是稍微轻一点。这个菜如果配碗米饭的话，应该吃起来更过瘾。腰花。这份腰花肥肠鱼呢是92块钱，我感觉啊，他家这两种啊招牌啊，吃起来都蛮爽的，特别是这个鱼头啊，它的鱼头煮的时间比较短一点，所以吃起来就非常的嫩。这一大碗捞面20块钱，我们在外面吃正常一碗光面都要7、8块钱，它这么实惠的一碗面才20块钱。